他们并无过错。军人虽遵军令，但也不可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出手，而且不许反击的命令是我下的。依服要罚，罚我一人便是。我管教自己的护庭军，轮不到你来插嘴。那可是我辛辛苦苦积攒了20年的身家，你们怎么能任由流民去抢呢？我今天想杀谁就杀谁，我看谁敢拦我！少妇因何动怒？谁让你来的？朕为上父祈福施财礼毕，听人说你在这儿，朕便不请自来了。承蒙陛下记挂，老臣感恩于怀。上父为何要惩罚这些士兵？铸金身的金银被盗，是护庭军护卫不力，该罚。什么？可是，朕并未动用虎符，这些护庭军执行的是谁的命令？原来是上父的命令，那倒无妨。只是上父私自调用护庭军本就不合规矩，若是再如此大动干戈，传出去，怕是对上父的名声不利。让开！上父恕罪，朕是这个国家的君主，臣民无罪而遭刑，朕不能让。我今天就要杀人，谁也拦不住。希望这一刀能让上父消气。快去请太医。上父，朕真的是为了你着想，并非有意忤逆。辅国大人，宫外聚集了大量难民，送来了万民书。什么万民书？感恩辅国大人馈赠的救灾银两。原来如此，朕深感惭愧，是朕小人心肠，误会了上父。想不到上父竟然有如此爱民之心，为流民散尽家财，解了京城之困。等国力再盛，朕必定为上父重铸金身，望上父消气。哼！恭送上父。烛火长点几度春秋，爱恨几笔风萧月入口。流民们会记得各位大人的人善，稍后我会派人送药过来。各位大人辛苦了。多谢陛下。不朽乾坤落，不问来去，不没因果。高台宗是你是我还是枷锁？锁住你。如何？禀大人，陛下的伤口并无大碍，但他思虑过度，
这几日又进食体虚，才会发热惊厥。臣开几副安神进补的汤药即可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我知道你醒了。是醒了，但是朕不想看到裴大人的脸。伤还疼吗？裴大人的关心，朕也不想要。陛下用流民对抗护庭军，你怎么就能肯定他们愿意殊死竭尽？或者说，你又怎么有把握他们会成功？如果你在快饿死的时候，面前有一个活命的机会，你是等着饿死，还是拼死一搏？更何况，护庭军本职就是保护皇宫，是军人，朕赌他们不会，也不敢肆意滥杀。陛下，可真敢赌？朕赌赢了，不是吗？况且，裴大人不是也在吗？看来我在陛下眼中，倒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之人。只是我很好奇，陛下难道不怕这些银子被追回去吗？若要追回，必要将这些金银一一过到明面上。可是卓府国的钱财，来路敢说出来吗？本就是搜刮的民脂民膏，既然源于万民，归还于万民之中，便是最好的归宿了。况且，这些都是灾民的救命钱，他们绝不会撒手。若是卓府国敢下令大肆捕杀灾民，怕是真要天下大乱了。他自己深知这一点，但也无可奈何，所以只能对你们撒气，不是吗？陛下若是刚刚不来的话，这个筹谋称得上是完美。可是你终究是心软了，差点连自己都倒了进去。先心软的是护庭军将士们，朕赌的是我大宁子民心怀善念。若我利用他们的善良后，还能置他们于不顾，裴大人说，朕是不是形同狗彘？陛下，可当真是越来越有帝王之相。裴大人，真是后悔了。可是，落子无悔，裴大人没有机会了。机会是要争取的。裴大人，难得主动投怀送抱，良宵难得，朕愿意和裴大人一起。难得糊涂，裴大人躲什么？朕又不会吃了。陛下拿我当什么人了？能当什么？不过是芙蓉帐里的暖床人罢了。可陛下的眼睛不是这么说的。是吗？裴长义，未免有些自以为是了。
你以为在朕心中你算什么？不过是一个在朕最需要你的时候会放弃朕的人。朕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了。朕说过，裴大人，你莫要后悔。夜深了，裴大人该回了，不送。裴大人来做什么？臣是来道歉的。初次遇见你前，先皇驾崩，我本想与义父同归于尽。可是我遇见了你，你与这冰冷皇城中的人都不同，人善、聪慧，像是未经雕琢的璞玉。于是我将陛下扶立为帝，循着心，一步一步向前走。我不想过多解释，为何我会在陛下最需要的时候离你而去。或许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成就陛下，可我却选择了最糟糕的一种，寒了陛下的心。裴大人，这是后悔了。是，后悔了。2日之后便是陛下生辰，陛下若是愿意给臣一个机会，臣在洛林苑等你。朕考虑一下。风有些凉，陛下不要染了风寒。裴大人，久等了。这是姑姑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并非特意传给你看的。今晚月色很美，臣略备薄酒，不如我们一同赏月。生辰快乐！谢裴大人。今日多谢陛下愿意赏光前来。我有个疑问，那日裴大人说原本打算和你义父同归于尽，这是为何？都是些伤心的陈年往事，若是说出来，怕是会打扰了陛下过生辰的兴致。但说无妨。我曾经有个很真实的朋友，他是第一个愿意跟我成为朋友的人，他叫做刘方通。说，你做了什么？我们约定不能说出去的秘密，被他告诉了卓上仙。是我安排他接近你，就为试探你是否能保守秘密。可你的表现实在让我失望至极。现在把他杀了，便无他人知晓你的秘密。记住，在这个世上，除了我，你不能相信任何人。后来很多个夜晚，我都会梦到这一幕。就这样，
我变成了卓尚贤手里的刀，不择手段地铲除一切。那你应该很恨卓尚贤吧？可方痛并不希望我恨他。他临死的时候，对着我笑了。不要哭。我之前一直都想不明白，他那个时候为何会对我笑。可是后来想明白了，因为那一刻他解脱了，更是不想我因他的死而感到愧疚。所以他被迫接近我是真的，但是把我当朋友也是真的。裴大人，不要辜负他的期望。他不希望你记着背叛，记着恨意。裴大人，朕也不希望。陛下，你和他一样，都是温暖而光明的人。谢谢裴大人夸赞。陛下问过我，是否曾心悦陛下？我不光心悦陛下，此时此刻，往后余生，都想陪在陛下身边。陛下，可愿再给朕一次机会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秘密是谁？我现在就告诉你。你怎么不是？大人，您可回来了，出事了。夷陵军住所被烧了，可有伤亡？你还是担心自己的处境吧。拜见陛下。顾大人，你接着说。若不是昨夜臣恰好巡防到了夷陵军住所，及时发现火情，恐怕整个夷陵军都要烧成灰了。裴大人身为夷陵军统领，
出了这么大的事，陛下，臣以为该治他一个玩忽职守之罪。陛下，请革去裴慎之义林军统领之职，并按军法处置，以儆效尤。哦，那依朕大人所言，应当处以何种军法？一律当是鞭笞80，监禁5载之刑。不知陛下想如何处置微臣？朕以为义林军损失惨重，裴大人难辞其咎，但鞭笞80、监禁5年的处罚过重，不如就折中一下，革去裴大人义林军统领之职，罚俸3年。不知周围爱卿觉得如何？臣听凭陛下处置。我竟不知陛下有如此好手段，何时拉拢了义林军参军？顾大人，还有刑部尚书郑大人，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。人心是黑的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老子行事光明磊落，效忠陛下，乃你我分内之事。在卓公公嘴里，竟变成了鸡鸣狗盗一样的行径，简直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哎呀！来人，将此人拉出去，杖责40。是。住手！大殿非奉诏不得带刀入内，你们要谋逆吗？臣不敢。义林军何在？何以能调动义林军？虎符呢？陛下，当真是好手段。义林军听凭陛下差遣。顾大人对辅国大人不敬，杖30。臣领罪。护庭军众将擅闯大殿，杖30。臣等领罪。裴大人擅离职守，革去你的义林军统领之职，杖30。你可认罚？臣领罪。好，很好。继续，没够30呢。是。看来陛下觉得这皇位已经坐稳了，不用再顾及我们父子俩的脸面。辅国大人误会了，只是国有国法，看着裴大人挨板子，朕也心疼得很呢。既然辅国大人心疼爱子，朕便要给面子，这后面的板子就省了吧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看看你选的好皇帝！如今翅膀硬了，敢把你跟我的脸面踩在脚底下摩擦。义父教训的是，方才多谢义父替我求情。
你不会是联合陛下跟我演了一场苦肉计吧？义父，你多虑了。谅你也不敢，不然你前朝皇子的身份，义父怕是没法再为你保守了。你这个贱人，跟狗王的同你一样，都是贱人。我一定要杀了他。夫君，小心气坏了身体。煮什么？你现在恨死我了吧？你真是假的让我恶心。我是恨你，但我更恨我会爱上你。你又要耍什么花招？我若不是爱你，又怎会甘愿伺候你这一个阉人？毕竟你给不了我真正的快活。可是同你在一起，我心里是快活的。就算你把我折磨得遍体鳞伤，我还是想跟着你。所以，我也想让你快活。掌英大人，这么迫不及待地跑来伺候朕，不去好好养伤？陛下，没有什么想对朕说的吗？你想听什么？朕怎么不知道，裴大人竟是一只会咬人的小狗？臣这场戏演得陛下还满意吗？这是臣为陛下准备的生辰礼。自此，这世上再也无人能阻陛下。移交虎符一事还算顺利，不过让你受了委屈。衣服脱了给朕看看。怎么，害羞了？昨夜裴大人脱起衣服来，不是挺利索的吗？快点，这是皇命。臣遵旨。还疼吗？不疼。这算是罚你，在朕最需要你的时候离
大臣这顿板子挨得不远。不过现在，裴慎之，我原谅你了。多谢陛下。多谢裴大人，愿意一路照拂。裴掌印，赵副将等候多时了。沈行营的兄弟们近来可好？托大人的福，一切都好。兄弟们得知大人兵权被收，十分担心大人的处境，让我来看看你。我并无大碍，无需担心。那日撤军，我知道大人是为了国家之大局安定。自扶立新帝以来，大人呕心沥血，牺牲良多，如今却落到这般下场。若是当初大人没有退军，我选了一条很险的路，幸好我赌对了。阿泽，不论是神行营还是整个义领军，往后都要遵从陛下号令。当今陛下仁德聪慧，必将带领大宁走出暗夜，迎来光明。是，兄弟们相信大人的选择，誓死效忠陛下。去吧。凤娘，凤娘，凤娘，这名字怎如此熟悉？这布料是专供前朝宫中的云锦。前朝宫中，凤宁好像是前朝皇后的闺女。听闻那晚前朝皇后惨死宫中，刚诞下的孩子也不知所踪。如果陛下真的是前朝皇后的孩子，而卓尚贤和前朝皇后又有所勾连，那被抱走的五皇子，这儿有一份弹劾掌印大人的奏折，说裴掌印奸佞媚上，劝朕把他贬远一点。言之有理，看来这位大人是位直臣。这儿还有一说掌印大人府上美婢如云，经常有放浪形骸之声传出院墙啊。无中生有，臣每日忙得脚不点地，陛下，臣冤枉。陛下，督察院左都御史霍大人求见。微臣霍征，恭请陛下上岸。霍大人，休沐半月重新上任，可还习惯？托陛下的福，一切安好。
有何要事，让爱卿赶在休沐日觐见，一天也都不急。但说无妨。今日秋社，宫外很是热闹，民间搭了齐天台，求来年风调雨顺。臣来是想请陛下亲临祈福，添个好意头。祈福？好，那让钦天监择以良辰吉日。陛下，今日就是吉日，一应事务已经准备齐全，只待陛下亲临。学生新科会员骆文景有冤求告，请陛下允见。学生新科会员骆文景有冤求告，请陛下允见。慢着，让他说。依告督察院院台李长嘉滥用职权，无故羁押荆轲学子，屈打成招。二告大理寺滥杀无辜，无罪判杀荆轲举子秦玉，草菅人命。三告此次主考官泄题舞弊，操纵科举，祸乱朝纲。朕就知道，你引朕出宫必有内情。陛下恕罪，此世子蒙受大难，听闻识清正之名，故而求到臣门下。求陛下彻查学子案，还天下学子一个公道。求陛下彻查学子案，诛奸佞，除阉宦，还天下学子一个公道。科举乃国之大政，此事你不闹出这般动静，朕也会管的。霍征，朕命你亲审此案，凡涉案官员，无论官职大小，一律停职查办，待查清真相，再行严惩。臣遵旨。陛下，钱明与卓尚贤关系匪浅，此事定有卓尚贤在后面推波助澜。陛下，你有伤在身，免礼。学生骆文景见过陛下，见过后大人。你且向朕细细道来，发生了何事？我与秦玉是同窗好友，接榜那日，我们学子一起看榜。恭喜骆兄中得会员呀！骆兄实乃吾辈之楷模啊！多谢，多谢。我中得会员，素日里才学初中的秦玉却名落孙山。当夜，我伴其借酒消愁。酒阑之后，送其归宅，无意间听到光禄寺少卿之子丁尚文提及舞弊之事。早就拿到了试题，今儿没拿到名字。乔大人，我们二人一路跟踪，得知竟是主考官签名谢的题，事关重大，我们去往督察院陈情，岂料反遭督察院院台李长嘉拘禁，逼我们承认科举泄题一事是诬告，将我们驱赶出城。快点，磨磨唧唧的，走快点！快点！什么背景都没有，还敢去敲督察院大门告状，真可笑！大爷发了善心，才留你们这条狗命，还不快滚！快点！他们一路上对我们百般羞辱，快点走！起来！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玩意儿，能留条命都是祖坟报怨。家主也不做人，永远不要回家。还不赶紧起来，滚！再回来，老子打死你们！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什么公平正义，在他们眼里都算个屁。本想争取重考的机会，结果被你们闹得这么大，早知道不来了。
我怎么这么没用？承认诬告，签了认罪书，如今还在督察院留了底，这下我的出仕之路算是彻底断送了。哼，不认的话，恐怕你连这剩下的半条命都保不住了。罗兄明明都已经告中会员，如今却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事已至此，还是各自离开，自寻生路去吧。我要回京城。我要回京城告状，诸位同学，可愿与我一同回京？谁去谁就是找死！我劝大家别跟着他发疯。哼！我和你一起。我和晴玉决定回城，一路上商量着对策，准备进城，请霍大人替我们主持公道。怎么守卫突然查得这么严？应该是怕我们不甘心，回去闹事。先按计划行事，装成进城讨生活的外乡人。如果被拦下，就拿些银子打点打点。起，站住！进城干什么的？官爷，世道不容易，进城讨个生活。快去，快去！谢官爷，谢官爷。秦玉顺利进城，可等到我入城时，却正好碰上监察使。站住！姓名？谁敢回来？说，其他人呢？督察院泄题舞弊，天理何在？督察院泄题舞弊，抓人！天理何在？都别过来！我身上有火药，谁过来我就点了他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后来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了霍大人，可霍大人去打听秦玉的下落时，带回来的就只有他的尸首。你先好生休息，不要多想。霍征，你从李长家开始调查，仔细审问，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。臣遵旨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有话要单独问他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朕已清楚，但朕有个疑问。朕知道，你是个女子。学生欺君，罪该万死。朕有些好奇，你为何要女扮男装来参加科考？学生本名骆文熙，骆文景乃我长兄之名。
长兄取得举人功名不久后，便因病离世，家中难以为继。父亲便将我许给了城中一钱庄老板做妾。我实在不甘心，我胸中自有抱负，因而才冒用长兄性命参加会试。你起来吧，朕想听听你的抱负是什么。学生的抱负说出来，怕是会惹陛下发笑。但说无妨。从小我便与长兄一起读书识字，明理修身。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，若有朝一日，人们谈论一位女子，首先想到的不是贤良淑德、安分守己，而是志向不凡、鹏程万里这等志向之词。那该有多好！所以，我从小的抱负，就是像男子一样立于朝堂之上，修身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若能实现，我死而无憾。你以周慧远，距离朝堂只剩一步之遥，从未听闻过女子上朝堂的先例。这一步于我而言，犹如天堑。你都听到了。陛下，在想什么？卓尚贤若想敛财，多的是比科举舞弊更好的手段。他想要的是借科举之徒安插亲信于朝堂，逐步壮大在朝中的势力，意在把持朝政。这么多年，朝中究竟有多少他的人？想必他们早已做好万全准备，不过有一特别之人，或可为突破之口。丁善文，闹得这么大，你才来跟我说这件事，是怕燕王来得不够快吗？机智泄露，为何不斩草除根？副国大人息怒，下官也没料到，就这几个穷学生能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谁也没想到他们真的不怕死啊！烦死了！证据销毁的如何？副国大人放心，一应证据都已销毁，不会有任何蛛丝马迹，相关学子也会守口如瓶的。你说那些学子来告状之时，是从何处知晓的泄题之事来着？应是从光禄寺少卿丁其渊独子丁善文那儿泄露的。现在人在何处？应该在家吧？应该。大人，霍正在府中没等到你，管家拦不住了，说出你在这里，他们正往卓府赶来。李长家，你先随霍正去吧。去了以后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副国大人放心，下官心里有数。走。本官帮辅国大人这么多年忙，现在惹火烧身，若是本官出了事，那是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刮下鱼鳞带走旗，全都没戏呀。火还烧不到你身上，我会去摆平这件事情。那本官就放心了。他呢？谁？我夫人。应该在后院吧。嘿嘿嘿，卓府国员来了，不知还有何事要交代？也，还有谁来了？裴长印呐，还要先谢过卓府国，我正不知道这事如何是好呢。还好裴大人来得及时，带着善文出去避祸了。何时来的？去往何处？一炷香前去了城郊的云起山庄。
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李大人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羁押学子，以严刑逼迫他们承认其举报的科举泄题一事是诬告，并驱逐他们以掩盖科举泄题一事，最后害死说出真相的学子秦玉，你可认罪？霍大人，你可别像市井百姓一样听信那些谣言。那些学子被扣押不假，可那是因为他们越级告状，需延长。我这是按律扣押，本官只判驱离，已经是念在他们年少气盛，轻判了。至于秦玉，他身怀炸药，企图炸城门，那可是许多百姓亲眼所见的事实，判斩刑不冤吧？把牢门打开。是。二位一会儿有公务要忙，就先离开吧。是。你拿鞭子干什么？原来你也知道怕呀？那你当初对无辜学子们用刑的时候，可想过你也有今天？将你所知有关科举泄题的事情，统统都告诉我，否则我让你尝遍8大酷刑的滋味儿。既然说了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，那我便什么都不说。好啊，那我就打死你。丁善文在，见过福国大人。为何要把他弄到此处来？义父，科举舞弊一案闹得沸沸扬扬，我担心霍征迟早要查到这个蠢货头上，所以我把他提前转移出来，以免落入霍征之手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你是另有所图？我对义父只有一片忠心。我想也是。何必这么麻烦？这样不就死无对证了？这日子啊，过得没一天舒心的。不过，我已经想到了一劳永逸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自然是逼宫。什么时候？这你便不用管了。义父当下不是应该担心李长家被霍征严刑逼供，供出泄题一事吗？李长家不敢说，就算他说了，
霍征也走不出督察院的大门。我儿还没告诉我，你故意引我来此，意欲何为？是想在此处设伏，擒杀了我吗？义父还是不信我。我告诉过你，在这个世上，除了自己，谁都不能信。那义父有没有想过，正是因为你谁也不信，所以导致你在这世上连个知心相交的人都没有？知心？我现在心非常不安。他告诉我，我现在的处境岌岌可危。既然丁善文已死，不奉陪了。追！我说，好，我听。若有一处不实，我便取你性命。科举解体已有多年，此事最初由卓尚贤牵头，而后他召集了前民。李长家招供了吗？你要去哪儿？进宫见陛下。你对李长家用了重刑，你不怕被弹劾吗？不重要了，卓尚贤此次必死无疑。把口供交给我。裴长义说笑了，你可是卓尚贤的义子。外面被护庭军包围了，这口供你带不出去。裴长义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你到底是忠于谁？陛下，还是卓尚贤？自然是陛下。你说的这些话你自己信吗？你可是亲手杀了我恩师！这么多年你为虎作伥，十恶不赦，陛下信你，可我不信。我恨卓尚贤，但我更恨你。口供我会亲自交到陛下手上，我要你和卓贼一起被凌迟处死，灰飞烟灭，以祭奠我恩师在天之灵。贺延柏没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师父还没死。时间紧迫，来不及和你解释了。待事情风波过了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唯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，到公卿。贺大人说，念出这句诗，你会信我。陛下信，就算你不信我，至少应该信陛下的判断，不是吗？我替你引开他们，你自己小心。我儿怎么能任由他离开？
我这甚至只想要一句真话，你哥哥没有骗我吧？是，太好了，为怨海啊，遇见了，再无难道过去。他会以你为傲的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你就背叛了我。背叛？不，我们就从未一起过。如今我已满手污血，不如就一起下地狱，至少有间火烤之时，还能痛快些。你输了，我是输了，可是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什么？围起来！跟随陛下，天命所归。陛下说了，之前追随过卓尚贤的人，只要回头，一概既往不咎。待朕重整朝纲，各位仍是肱骨之臣，尽可大展胸中抱负。若是有人逆天而为，一意孤行，便只有粉身碎骨的下场。陛下爱民如此，臣心甘情愿追随陛下。若不愿归顺者，若不归顺，别怪我马玉龙不念旧情，实为造反，屠九族。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我说今日怎么这么热闹？原来我儿引我去云起山庄，就是为了调虎离山，方便陛下趁机策反。朕深夜前来，是为了收回护庭军虎符。辅国大人，认为如何？这虎符如今在老臣手里还有什么意义？既然陛下想要，老臣哪敢不给？只是老臣想知道，这虎符是陛下想要，还是你裴慎之裴大人想要？是你，对吗？你从一开始选择他做傀儡皇帝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拉我下马，独掌大权。我真是识人不明，养虎为患，无可救药。
陛下从来不是什么傀儡皇帝，而是当之无愧的一国之君。我裴慎之心甘情愿臣服于他。很好。辅国大人，莫要再挣扎了。那陛下是想要杀我吗？还是说舍不得你那与我对食的姑姑会给我陪葬？事已至此，卓尚贤，你不会以为自己还可以毫发无损的离开吧？陛下想怎么样？朕可以留你一条命，你放了姑姑，留下护庭军虎符。保命的手段，老臣可不敢让。但是这虎符，老臣便赠与陛下。老臣年事已高，也该告老还乡了。陛下，万不可放虎归山啊！公子，霍正死前留下的。或者，你还是没有听朕的话，朕便罚你，早一步化作天上的星辰，守护我大宁朝百姓。朕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，朕一定会替你实现心愿。裴慎之，大人，宫里来人将府里翻了个底朝天，他们胆大包天，你一定要好好教训这帮不长眼的东西。陛下无需担忧，裴大人伤势未及肺腑内脏，不日必能痊愈。下去吧。啊，陛下，人已到齐。知道。陛下，李长家供词已诵读无疑。钱明，你可认罪？陛下，李长家是胡盘乱咬，科举事关国本，臣万死也不敢造此啊！好，你是不是觉得死无对证就可以不认罪了？朕今日就让你死个明白！来人，传丁善文。草民参见陛下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消息倒是灵通啊！朕早猜到你们会对仁政下手，所以在天牢里选了个死囚，李代桃僵。陛下，草民愿检举签名，买卖科举试题，欲揭发
其他参与买卖试题的考生，只求陛下从轻发落。着右都御史李长嘉、杖毙，革去前明翰林院学士之职，杖毙。丁善文行贿重臣，扰乱科举公平，但举告有功，杖30，从此不得参加科举。谢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卓辅国贪没国帑，结党营私，扰乱朝纲，夺其上父之名，革其辅国之职，收回护庭军虎符，闭门思过，以儆效尤。惩罚既施，便该论功行赏。各位爱卿，觉得骆文景如何？陛下，骆文景乃同科会员，此事明明可置身事外，他却豁出自身前途和性命，只为给天下学子求一个公平，甘愿冒险告御状。胸中有一份浩然之气，德才如此，实乃大宁之幸。臣以为陛下应当破格封官，予以重用。应当重用。既如此，朕破格提拔骆文景，自即日起入督察院任监察御史。学生谢陛下厚爱，但学生有话要说。这是女子，这是欺君之罪呀！让女子来参加科考，真是危险。学生本名骆文熙，冒用长兄名义参加科考，在此向陛下领罪。陛下，臣以为骆文景虽有揭发辅国罪状之功，但欺君之罪不可饶恕，应取消其会员资格，予以重罚，以儆效尤。谁说他欺君了？他早已在见朕第一面时便已告知于朕。况且，这样一个德才兼备、有勇有谋的人才，别说罚，朕还要重用。朕要让他入朝为官，共治河山。陛下，这怎么行？这不合礼法呀！哦，爱卿倒是说说，这不合大宁的哪条律法？既无律法所规，为何不可？陛下，从古至今从来就没有女子为官的先例呀。朝堂之事岂能由女子来掺和？况且这女儿家日式闺阁，就算是读了几本书，哪有什么治国之能力？是吗？可在骆文熙透露自己是女子之前，爱卿们可是对她赞不绝口，说得之时乃大宁之幸。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个性别，就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你们的脸疼不疼？自今科起，我大宁科举将不论出身、性别，有志者皆可报效国家。朕意已决，再有妄议者，严惩。学生骆文熙替天下女子叩谢陛下隆恩。陛下为何愿意帮我？想知道为何？
不错，朕的确为女子。你现在可是握着朕的最大的秘密，不说点什么吗？学生冒失犯上，学生有罪。你何罪之有？学生只知，陛下自登基以来，对抗辅国，为民争取土地，再加上这女子恩科的先河一开，不知换来了多少女子新的生路。在学生心中，陛下是明君，学生愿为陛下肝脑涂地，竭力而作。朕见到你时，好像看到了自己。朕身为女子，却为了保命，被迫成为一个傀儡皇帝。这其中所经艰辛，难以言说。你让朕最欣赏的，就是你这份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。你曾提及过，国之栋梁不分男女，这也是朕的夙愿。因而，朕今日帮你，也是在帮自己。朕还需要更多像你一样的人，与朕一道，积浊扬清，一起让这个混沌的世道重见光明。学生定为此事，全力以赴。这便是革新的标识，翠花令。朕封你为特使，秘密的、循序渐进的，替朕传递这道密令。上到世子大夫、将军士兵，下到贩夫走卒、屠户农妇，凡愿遵此诏令与女帝同心者，朕皆愿虚左以待，赤诚相帮，共同开创一片坦荡清明。遵命。辛苦了，听闻今日在殿上很是精彩。在想什么？昨夜我带人赶到主府找姑姑，翻遍了主府也找不到她。姑姑的房间只留了一盘棋。姑姑，她在下一盘叫做玉石俱焚的棋，可这副残局她早就解开过，不需要玉石俱焚，只需要棋局保衰。姑姑在告诉我，让我不要管她了。主上先拿他当保命的筹码，他性命应该无恙。静怡，我现在担心，自然是逼宫。他会反。此乃皇城，护庭军2万，他如何能反？多年经营者，必有隐藏实力。传，蛰伏千日，只待一令。是。
假设他手上真有隐藏兵力，这几人必有动作。若有异动，通往皇城的必经之路便在此处。卓上贤为人奸猾，若私兵并非大军，而是一支化整为零的3000死士呢？这样的队伍不需要养在城外，就在城中，甚至就在皇宫之内。那我若将其下在此处，什么时机才是你最好的进攻时机？你把我姑姑藏在哪里了？夫君再不行动，妾身就要怀疑自己的推测有问题了。什么推测？风雨欲来，两相对峙，外面应该是出了大事，是妾身自己猜到的。突然将我关到这地牢里，若不是出了大事，夫君又怎会动妾身这颗保命之气？有你这样的姑姑教导，难怪她能长成这副德行。我看这副残局倒是有些意思，不如告诉我这局该如何解？夫君心智怎会输于妾身？反正闲来无事，不如继续与妾身对弈，如何？换房了。把灯灭了。跟上，扶住皇帝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一个都别放过！是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小子，别杀我！那我若将其下在此处，空城计。围起来！义军大胆逆贼，私闯进宫，还不束手就擒！能成功。报！陛下，成功了，已将卓上贤暗中潜伏的死士全部诛杀。传令，8营准备合围。是。
大人，怕是要变天了。变什么天？要变也是变成我的天。不好了，皇城正要埋伏，我们的人快撑不住了。皇帝的人还没杀过来，就证明他忌惮敬贤在我手上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不好了，大人，城外的义林军大军正在往皇城方向杀来。什么？城门城在我们的控制之下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一旦义林军赶到，我们就真的无处可逃了。你难道真的不顾他的死活吗？夫君，你们看起来一副母慈子孝的样子，我以为你们感情多么深厚，现在看来，你们真是虚伪至极。看来陛下让你的损失惨重啊！这些年，你就是养了一条白眼狼。他若是在乎你半分，这个时候怎么会赶尽杀绝？在皇帝的心里，没有什么比天下更重要。我的命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你倒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我就不相信，这刀子要是扎进你的皮肉，挑破你的肝胆，刺破你的肚肠，你还能这么硬气？因为我发现了夫君的秘密。原来裴慎之是前朝皇后的儿子。我猜对了，你不配提他。我收你一个阉人，从哪儿弄来个儿子？你是在找死吗？动手吧，你舍不得，对不对？想逼我杀你？我。快点儿！哼，原来我一直被藏在卓府的马厩下。夫君啊，你真是疑心病重，不相信任何人。闭嘴！大人，大人，我们得赶紧出发了。撤！沉沙桥是出城必经之地，我们等义父很久了。义父若是将敬贤姑姑匿于城外，今日或许有一线生机。只可惜，你已是穷途末路，插翅难逃了。世间万法，我独信一句，你可知是哪一句？天无绝人之路，人有逆天之时。绕过去，绕过去。输了，降吧，或许还能留你一命。我今日倒要看看，你更在乎那个至高无上的皇位，还是更在乎你这个姑姑？
这几日，我想明白了，一个合格的帝王就得狠心，要舍弃一些东西。毕竟，没有什么比权势更让人着迷的，不是吗？陛下，放他后患无穷，杀了他！原来你对我的深情，竟然都是演的。像你这样的人，竟然期待有人会爱你，真是可笑。我们两个真是绝配。陛下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李姑姑，我会厚葬你。姑姑，吓死我了！我差点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姑姑。我们回宫，我攒了好多话想跟你说。姑姑，这7日断肠散的毒性可还满意？他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敢背叛我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就算你赢了我，我也要你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。还有你，裴慎之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前朝皇子的身份了？各位，裴慎之裴大人，是我亲手从前朝皇后手里抱过来的。是我亲手把他抚养长大，是我叫他伪装成太监潜伏在宫中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夺得帝位。而你们面前这位皇帝，不仅对一切心知肚明，甚至与我们同谋策划了这一切。住手！怎么，你要亲手杀了义父吗？荒谬之言岂可轻信？来人，将卓少贤暂时收押，审问后再做定夺。走。陛下，带我回宫，我想回家。姑姑，你坚持一下，太医马上就来了啊！我知道。叫你哭的，还和小时候一样。怎么那么一点大的孩子，忽然就长这么高了？姑姑，我们赢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过好日子了。你不能走，我不许你走。这么半天了，太医还没到，你亲自去催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不去。去，快去！我等你回来。好，照顾好姑姑。我这就叫他回来。
是从何而来？你是前朝皇子。是，我是。你是前朝皇子。我从未想过要害他。只有你是，他才能活。你说什么？孩子，对不起。陛下，臣已无力回天，且安。姑姑，为了我，你这一生都困在宫里，谨小慎微，担惊受怕。我还没来得及为你做些什么，姑姑，这辈子我欠你的，下辈子也偿还不清了。姑姑，一路走好。顺之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。你是前朝皇子吗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因为没有意义。没有意义。无论我是什么身份，都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裴慎之，你是前朝皇子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桌上写是什么样的？他拿捏你如此重要的命脉，你帮我不是等于把自己往死路上推吗？你早点告诉我，我们还可以一起想办法。你现在闹得满城皆知，你不要命了？笑什么笑？我错了，我应该早些告诉你，我们一同商量的。我安排你出逃吧，隐姓埋名，逃到没有人的地方去。陛下，你是知道的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此事若不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，天下人定会觉得陛下当位不正，到时朝局动荡，还有是血雨腥风，天下大乱。况且我身为前朝皇子，多年来为虎作伥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不死，天下人难以心安。朕告诉你，再难朕都陪你，只要你活着。臣遵旨。说你能改口，承认之前都是在诬陷裴大人，朕可以饶你一命。陛下是在替我儿子向我求情吗？朕再问你一遍，你改不改口？不改，我也不能改。
只要我不改，你们就拿我没办法。在诏狱里活着，不也是活着吗？朕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朕的承诺已经给到，但朕耐心有限，想清楚再来回答朕。来人，抓人治好他，别让他死。是。臣不敢欺瞒裴大人，当年柳娘诞下的确是皇子，臣亲自看过，绝不会有错。陛下登基不久，卓贼亲自查阅了陛下的生辰八字及身体详录，并未指出任何不妥之处。臣做错了什么，裴大人？这手册是否还有誊抄？没有，只此一份。王太医操劳了一辈子，是时候告老还乡了。臣早有此意，谢裴大人成全。你是前朝皇子。原来李姑姑早就知道一切。只有你是，他才能活着。李姑姑将前朝长命锁给我，是在保护锦衣的真实身份。我是卓上仙从前朝皇后手中抱走的。吾皇子生日正好与我的生辰差3天，所以宫变那日是前朝皇后亲自调换了阴寒，我才是当朝吾皇子。而锦衣的身份是真正的前朝遗骨。来了。我怕死，当然要来。原来你也怕。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会如何证明你的身份，如何置你于死地的？好，你告诉我，我便放了你。裴慎之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天真，特别好骗？虽然我败了，我也一定会拉着你这个逆子一起下地狱。好。一拜，谢你当年救命之恩。二拜，谢你多年养育之恩。三拜，是我为你送行。我不会为你收尸，也不会为你立仇。这天下再无人记得你，无人祭拜你，这便是你的结局。说了这么多，你以为我会难受吗？真是可笑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是如何证明你身份的吗？来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根本无法证明。裴慎之，
你以为你是他的孩子吗？你说什么？想知道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倘若我死了，有个人会立刻成为你的催命符。以此人的身份，只要他开口，所有人都会信。你就是前朝皇子。为什么？如此，甚好。只有死人才能守得住命。来的正好，帮我看看这部戏怎么下。其实你本可以扭转乾坤，但你对这颗棋子情有独钟，为了保它，最终反被其所累。这枚棋子几次在紧要关头助我脱困，我对它确实有些割舍不下。身为帝王，必须狠下心权衡舍弃，无论那个人是谁。如果我是那样的人，裴大人当初会择我为帝吗？我将他杀了。你杀了卓尚贤，为什么？你忽然处死他，百官更会认为你在杀人灭口。这是我们父子二人之间的恩怨，就不与陛下说了。裴慎之，你在想什么？事已至此，我会让人宣布，罪人卓尚贤在狱中自尽。放开朕！多谢陛下体谅，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没生气。你干嘛？今日累了，臣服侍陛下歇息，可好？朕不用你服侍。啊！放朕下来。伺候陛下是臣的本分。臣来伺候陛下更衣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莫不是当太监当上瘾了？臣就是喜欢伺候陛下，陛下不乐意吗？没有。那好吧，准奏。
陛下身姿挺拔，容貌俊美，想必是随母亲多些。不知陛下的母妃是怎样的人，可以和我说说吗？我的母妃，在我年幼时就因病离世了，我对她的记忆已模糊不清。但李姑姑曾告诉我，她是个端庄秀丽的美人，在她神志清醒时，会温柔的为我哼唱童谣，哄我入睡。为什么忽然问起她？没什么，只是好奇罢了。你今天怪怪的，今日就别去上朝了，暂时避避风头。好，听你的。那我去上朝了。等你回来。陛下，为何裴上印未来上朝？他同朕设局诛杀逆贼卓尚贤之事，身负重伤，会告病数日。听闻昨夜逆贼卓尚贤在狱中畏罪自杀，此事可为真？是，朕亲自去查验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陛下亲自查验，臣没有疑问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准奏。陛下，臣要参内廷掌印太监裴慎之，他与卓尚贤沆瀣一气，趁先皇病重之际，把持朝政，借刺客一案铲除异己，清洗朝堂，维护卓氏一党，销毁证据，埋没真相。此等罪大恶行之徒，望陛下除之，而令天下后快。朱清有所不知，自朕即位以来，裴慎之曾屡次在暗中助朕渡过难关。从军来村之困、学子冤屈案，再到剿灭卓尚贤叛乱，皆有其鼎力相助。他虽曾有过失，但其功绩斐然。朕有意以功抵过，放他归隐，望朱清能体谅朕之心意。没错，臣亲眼看见裴大人将卓贼打翻在地。试问，你们哪个有这个能耐？整天就知道在这打嘴炮。陛下，臣还是认为裴慎之该杀。虽然裴大人功绩斐然不假，可之前他恶行累累，却也为真。卓尚贤一口咬定他是前朝皇子，陛下能荣登大宝，也是他助力为之。若他不死，天下人必将妄议陛下得位不正。届时，陛下如何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？臣恳请陛下下旨，诛杀裴慎之。朕不能。陛下，臣深知裴大人对陛下一片忠心，也深知陛下处境两难。可是皇权安稳，乃国之根本，裴大人必杀。若他黄泉路上寂寞，老臣愿陪裴大人一起上路，彼此鸣剑。郑大人，郑大人，传太医，
求陛下诛杀裴慎之！求陛下诛杀裴慎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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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再逼朕！朕意已决，此事不再理，退朝。陛下。陛下下朝了，今日可还算顺利？顺利，没什么特别的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臣无意中捡到的一株植物，最初的时候脆弱不堪，可养着养着，竟然开了花，结了果。臣刚刚尝了一下，原来它的果实酸中带苦，留有余甘。当然，苦尽必定甘来。裴慎之，你可否答应朕一件事？可以。你还没问朕是什么？君之所愿，便是吾之所愿。朕想娶你。偷偷拜堂成亲，可以吗？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李成，得其如此，何其幸哉！得妻如此，何其幸哉！布置的有些简陋，陛下不会怪我吧？朕恕你无罪。可惜我没名没分，待陛下重新登基之时，可得给我一个大大的名分。爱妃想要什么名分？臣妾想一想，怎么着也得是一个爱妃吧。哦，那朕不是还得封？
陛下，郑大人如何了？回陛下已无大碍，但大臣们依旧跪在殿中不肯起来。去吧。是。陛下，文武百官已绝食2日，依旧在大殿跪着。他们愿意跪，便让他们跪吧。是。陛下，周穆大人说，他有一人能证明裴大人并非前朝遗孤，请陛下速至大殿。周穆带来的是什么人？是为前朝皇后接生的稳婆。陛下，臣想去见见他。你怎么如此心急？有一线生机，当然心急。朕和裴掌印马上就去。是。将你与我说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陛下。奴婢刘春芳是前朝中专门负责接生的稳婆，先帝登基前夜，正值前朝皇后生产之时，奴婢负责给前朝皇后接生。当夜混乱，奴婢给前朝皇后接生完之后，由于害怕，便偷偷躲了起来。不过前朝皇后生子之时，奴婢记得很清楚胎儿的模样，还有一颗眼下痣，此子应正是裴慎之裴大人。周穆，你敢故意诓骗于朕？非如此，陛下不会见我，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这稳婆你从何处寻来？回禀陛下，是稳婆主动登门我家，将此事告诉于微臣。主动寻来？是，稳婆身份有敬事房登记在册的名录为证，臣依照专人核验过，确为真本。朕问你，你既为前朝宫人，为何突然冒出来指证？你就不怕死吗？奴婢感知裴大人个性，人人得而诛之，真是大义凛然。朕再问你，前朝皇后产子，你只见过一面，单凭借一颗眼下痣就认定了婴儿就是裴大人，你何敢如此大放厥词？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出来指证？你说出实情，朕饶你无罪。卓尚贤已死，势力已消，朕会派人护着你以及你家人。若有人敢动你，朕必不饶他。再不认，朕诛你9族！妾身前朝皇后生的是女。为什么？都别动！我的确是前朝皇子。此乃前朝皇室代代相传的长命锁，足以证明我的身份。裴慎之，放开陛下！裴慎之，你跑不了的！快放了陛下！
别打算跑！北山逆贼篡权，屠戮我满门亲眷，自己血海深仇，我岂能不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将裴慎之押入大牢，天后发落。这人呐！我是人物。裴慎之，你为何不敢抬头看朕？臣没有不敢看。别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卓上贤杀人诛心，这些年来，我在他身边，早已被外人视为异体。无论他的话可不可信，当他开口的那一刻，我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。你骗我！我没有骗你。你再骗我！你当初明明答应了我，要坚持下去，为何在朝堂上忽然反口？文婆当时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为何要杀了他？裴慎之，你抬头看着朕。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陛下，我累了，我不想再坚持下去了。我一直希望能够遇到一位明君，一位心怀天下，可以给这个天下带来安定之人。我很幸运，我遇到了你。我已了无遗憾。我呢？我怎么办？我的一生好像一直都在被推着往前走，被迫为帝，被迫自保，被迫反清。可是当我有所期待，我想要获得什么的时候，却只能面对失望的结局。我想要保护姑姑，保护你，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杀了我！裴慎之这个人，该死了！望陛下成全。裴慎之，
前朝余孽裴慎之勾结卓上贤，谋害先皇，陷害皇子，罪行滔天，罄竹难书，尽顺民意，判万箭穿心之刑，以儆效尤。谢陛下成全。行刑！裴慎之，裴大人是来杀我吗？爱恨结比风萧月若钩，不休。舍利女护，这个观点倒是很新奇。真的，你也觉得可行？不休。乾坤落，不问来去，不没因果。高大人，是你是我还是师父曾信任于我，从未。朕是这个国家的君主，臣民无罪而遭刑，朕不能饶。不要望少年回眸一幕，众生皆俯首。我在乱世之中，黑夜尽头，做着天下最孤独的梦。往前走，别回头。陛下从来不是什么傀儡王，而是当之无愧的一国之君。我裴慎之心甘情愿臣服于他。不要望少年回眸一幕，众生皆俯首。我在乱世之中，黑夜尽头，做着天下最孤独的梦。往前走，别回头。我知道你想要的路是什么，我会一直走下去的。你听见了吗？日疯传之事，竟有谣言称陛下乃女子之身，说得煞有介事啊！周大人，现在女子都能入朝为官，坐上龙椅，又有何不可呀？哎，此话若是传入陛下耳中，怕是不妥啊！陛下驾到！走吧。郑大人，你今儿个话是不是有点多了？哎，你们看。
你们突然可以做合体的了，你想想。诸位爱卿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当今圣上竟为女子，简直荒唐！除了周大人，还有谁有异议？臣等誓死拥戴陛下为帝！臣等誓死拥戴陛下为帝！臣等誓死拥戴陛下为帝！臣也誓死拥戴陛下为帝。谋天下生民之福祉，期万世江山之宏图。朕与诸位同勉。吾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冯大，小心着凉。盛世一片太平，是我们想要的样子。